绿幕翻身一战，对战2代黑暗梅菲斯特，他也是奥特曼中唯一一个实现了徒手出光的反派，也是奈克瑟斯中第2位拥有正男人称号的人。在中原之地被准哥打败以后，他并没有直接消失，而是失去记忆流浪街头，之后就被带回他曾经的基地，脑海中的声音强行唤醒了他的记忆，也就是黑暗扎基。当初在粒子遇到危险时，是黑暗扎基的蛊惑让他亲手将他推入深渊。お前は人形。ただの道具だ。当他恢复记忆后，光是利用体术就能轻松逃出来，毕竟他是夜袭队的前任副队长。俺にはまだやるべきことがある。但他逃出来后，想到第一件事不是复仇，而是找到记忆中那个小女孩，因为他还有他必须要做的事情。その子も俺と同じで記憶をなくしていた。ただ一つ残っていたのは何者かに両親を殺され化け物にされてしまったおぞましい記憶だけだった。そしてその子の両親を殺したのはこの俺だったんだ。而消除这个女孩记忆的就是瑞森，而沟女木之所以会性格大变，是因为在和准哥那一战中，控制他内心的黑暗被消除。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沟女木曾经也是奈克瑟斯的备用人选，只不过没能战胜内心的恐惧，而被黑暗扎基捷足先登。之后，瑞森带他去见小女孩的路上，正好碰见了副队长和孤门。而当他下定决心和他们一起离开时，2代登场。如木深也、そいつの役目は終わった。これからは俺が奴に代わってこの世界を闇に塗り込める。都说光是纽带，也没人说黑暗没有啊。最终黑暗梅尔登场，这是真炸呀！这里节奏明显也快了很多，毕竟2代刚出场还没有太多戏份就仓促结束，再次迎来前方高能。奈克瑟斯帅气登场。2代特殊设定，情绪高涨的时候眼睛会变红，连地铁上靠，连续抵挡侧踢，躲在摆臂，接重力一拳，超强打击感，控臂借力加正踢，再来一次奥特飞踢，这一段打戏和打击感真是绝了。明明在设定上2代比1代强，但是表现力差太多了。切近战，压制力瞬间就来了。奈克瑟斯连续躲避，但依旧吃雷击鞭腿，再吃一次近战重创，连续翻滚拉个身位，接丝滑变身。那么接下来就是奈克瑟斯的专属 CG 空战。梅尔爆裂集结，小奈完美闪避，奈克瑟斯的空战真的是战斗爽。梅尔特有的黑暗方阵。最后重创小奈，一拳打回地面，基本上就已经是数值碾压了。毫无抵抗力。貴様の命は時期に燃え尽きる。その光、俺が全て吸い取ってやる。接下来就是前方高能，沟流木徒手抽光名场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沟流木也算是一个悲情人物，只不过被黑暗误导而误入歧途。徒手抽光得到光的回应。注意这里的背景和之前相比，是从黑暗走向光明。那么接下来登场的是梅菲斯特奥特曼，一出场连气场都变了，标准的正派登场气势。所以此时1代沟流木身上是有重伤的，在体术格斗上依旧能压制2代。控臂缴械，标准过节摔。侧踢打中伤口，
再来一次正踢，依旧打中伤口。很可惜，沟里木是重伤，并且和准哥那一战，武器也被打没了。副队长也是很心痛啊。最后一击利爪直击伤口。看到小奈来了之后，直接毫不犹豫控壁。今だ。俺に構わず撃て。在牺牲的前一刻，他变成了光。何をしている？それが光を得た。お前の役目だ。此时莲并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谁，他只知道这个人帮助了他。最后莲发出终极光石风暴，这里也很细节，光石风暴没有打中1代，沟里木化为光粒子慢慢消失，2代直接爆炸消失。最后莲也看到了帮助他的沟里木，而在沟里木离开之前，他说出了还潜藏在身边的黑暗之力。此时的副队长心情非常复杂。なぜわざと撃たれようとしたの？あなたは昔、私の目標だった。あなたの強さが私を支え、私はビーストと戦えた。自己一直以来崇拜的偶像坠入黑暗，现在又因为自我救赎而死去，这一条感情線也可以说弥补了他们之前的遗憾。罪を償うなら生きて。もう一度、人間として。もう一度、人間として。最后下起鹅毛大雪，并响起了钟声。那么沟里木翻身之战结束。沟里木的结局是那个设施中最具悲剧美学的场景之一。他的一生是黑暗与光明激烈交锋的缩影。他曾因恐惧而坠入黑暗，犯下无法挽回的罪行。但他故事的最后给了他一个自我救赎的句号，以生命的代价赎清了罪孽。当满天大雪落下，钟声为他响起，一个是进化与救赎的象征，一个代表他生命的终结。他获得了灵魂的净化与永恒的安息，也为那个设施的主题光丝纽带写下了一个悲壮而动人的注脚。